人不狠，财不稳。说一个人内核很强，就是说他心里头有股劲儿，能扛事儿，不怕打击。钱来了，他能稳稳接住，也能守住，不会因为突然有钱就昏了头，就算一时倒霉，他也不会放弃，照样干自己的事，随时准备抓住机会翻身。想发财，人不光要狠，还得能静得下心来。记住以下这10条铁律。1. 控制情绪。愤怒的代价远比你想象的更大。还记得那天，我又一次在会议室里爆发了。同事的一句这个方案不太行，就像导火索一样，瞬间点燃了我压抑已久的怒火。我拍着桌子站起来，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你懂什么？你做过几个项目？凭什么说不行？会议室里一片死寂，同事们低着头，空气仿佛凝固了。散会后，我独自站在卫生间里，看着镜子中狼狈的自己，突然意识到，我这样真的对吗？那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我开始观察那些真正的成功者，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越是能力出众的人，越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仿佛在情绪汪洋中竖起了一座灯塔，永远明白自己该往哪里走。记得王总在被客户当面指责方案全是问题时，他没有像我一样暴跳如雷。他微笑着说，您说的对，这些都是值得改进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更好的解决方案。最后不仅挽回了项目，客户还成了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其实情绪失控从来都不是力量的表现，而是内心脆弱的证明。那些动不动就发火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强大，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够强大，经不起风浪的考验。真正的高手知道，有时候低头不是示弱，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进。他们懂得在该忍的时候忍一忍，在该让的时候让一让。但这绝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更有力量的出击。就像我现在带团队，遇到下属工作失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而是先问，你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改进，但该严格的地方一点都不含糊，该追责的绝不姑息。这些年我明白了，情绪和智慧是成反比的。越是聪明的人，越懂得驾驭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驾驭。控制情绪不是压抑天性，而是将原始的冲动升华为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王者之气。当你能在暴风雨中保持冷静，在混乱中维持清醒，在压力下依然从容，那么你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离成功也就不远了。记住，真正的成熟不是你有多么激烈的情绪，而是你能在最激烈的情绪中保持多少理智。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实力。2. 别太在乎羞耻心，谁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才是真正的弱者。那天下午，我穿着一身西装走进 KTV。 同学会上，大家都西装革履，谈笑风生。轮到我了，我大大方方地站在舞台中央，唱起了《我相信》。虽然五音不全，但我唱得认真，唱得投入。台下传来几声窃笑。在以前，这种场景足以让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这一次，我笑着继续唱完了整首歌。是的，我变了。曾经的我活得太过小心翼翼，穿什么衣服要考虑别人会不会说我装逼，说话要琢磨会不会得罪谁，做事都要顾虑旁人的眼光。每天像是带着一副无形的枷锁，连呼吸都觉得沉重。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我的人生导师张总。他是出了名的怪咖，开会时经常光着脚，有时还会躺在办公桌上思考。但奇怪的是，没人敢小看他，因为他的业绩永远是最好的，他带出的团队也总是最优秀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吗？他问我，因为他们害怕独来独往，害怕与众不同。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靠随波逐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句话击中了我。我开始明白，
那些整天担心别人看法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讨好别人、回应留言上。而那些真正的成功者呢？他们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与其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不如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他们明白，真正的高手都是独行侠，因为只有不在意世俗眼光的人，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记得刚创业时，很多人说我疯了，放着好好的高薪工作不要，非要去做这种风险这么大的事。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会想起张总说的那句话：当别人都说你疯了的时候，或许正是你最清醒的时候。如今的我已经学会了享受那些不同的目光，因为我知道那些指指点点的人不过是在用他们的认知框架来评判这个世界，而我只需要走好自己的路就够了。所以别再被那些无谓的羞耻感束缚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羞耻，反而会因为坚持自我而感到骄傲。记住，你的人生不是为了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当你真正强大起来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坐立不安的眼光，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抹风景而已。3. 敢于放弃。敢于放弃是最高级的自我成长。那天，我删除了通讯录里的100多个联系人，朋友圈里一片哗然。有人说我太极端，有人说我翻脸无情，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我考虑了整整3个月。看着那些被删除的名字，有高中死党，有大学室友，有酒局认识的好兄弟。曾经以为这些关系是人生的财富，直到我开始计算，这些所谓的社交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除了无休止的饭局，除了永无止境的人情往来，除了那些表面的寒暄，我得到了什么？转折点是在一个深夜，我查看了过去半年的支出，被酒局、送礼、随份子花掉的钱竟然占了收入的1/3，而那些所谓的人脉，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我突然意识到，那些不断索取你时间、精力和金钱的社交，其实是最大的奢侈品。看看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他们的朋友圈都极其简单。他们懂得，与其维系100个无用的社交，不如精心经营1、2个能让自己成长的关系。于是我开始做减法。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首先是社交圈，我留下的只有那些能一起讨论事业、分享成长的朋友，那些只会抱怨、只顾吃喝玩乐的关系，统统切断。然后是消费观，我把每一笔支出都过筛子，这钱花了，能让我的能力提升吗？能帮我达到目标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笔钱就不花。最后是时间分配，我把大把时间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戒掉了刷剧、打游戏等消磨时光的习惯。朋友变少了，生活却变得无比清晰。当你的生命中只剩下真正重要的事物，你会发现，原来少即是多。这种断舍离不是冷血，而是成熟。就像修剪一棵树，只有剪掉过密的枝叶，主干才能长得更高更强。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人生最大的奢侈不是买不起什么，而是舍不得放弃什么。那些不敢割舍的人，往往错过了更好的机会。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人生，就必须学会做减法，删掉那些无效社交，清理那些无谓消费，放弃那些毫无意义的应酬。当你的生命中只剩下纯粹的追求，你就会发现，原来赚钱这件事情真的很简单。因为你的所有注意力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记住，敢于清空，才配得上装满。那些不敢放弃的人，永远也攀不上人生的高峰。4. 只有弱者才追求安全感。总想追求安全感的人，往往活得最不安全。昨晚，我又梦到了那个狭小的出租屋，屋顶漏水，墙上发霉，每个月还要为房租发愁。那时的我，整天羡慕有房的同事，觉得他们拥有我最渴望的安全感。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想法有多么可笑。记得刚工作那会儿，我特别羡慕张姐，她有房有车，老公是公务员，每个月工资准时到账。在我眼里，她就是安全感的代名词。直到去年疫情，张姐的老公因为体制改革被裁员，房贷车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铁饭碗也会在时代的巨轮下粉碎。而另一个同事小王，当年被我们笑话是疯子。他辞去稳定工作创业，起早贪黑，外面下暴雨他在工地上跑客户，外面下暴雪他在工厂里谈订单。现在的小王已经在城里买了3套房，但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现在反而更慌了，因为我知道不进则退。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安全感。那些躲在貌似安全的港湾里的人，其实比谁都危险。你以为的保险柜，可能是个精美的牢笼；你以为的避风港，随时可能被时代的浪潮吞没。真正的安全感，是你有能力在暴风雨中劈波斩浪，是你在失去一切后，依然有东山再起的本事。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些成功人士都在拼命提升自己，因为他们深知能力才是最硬核的安全感。现在的我不再幻想什么岁月静好，我知道每一分钱都要自己拼出来，每一寸安全感都要自己挣出来。那些等待别人施舍的安全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与其寄希望于他人的怜悯，不如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上。记住，这个世界上，你的能力有多强，你的安全感就有多强。那些整天想躲进别人羽翼下的人，终将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所以，别再执着于虚幻的安全感了，去拼搏，去奋斗，去把自己变得更强大，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靠得住的，永远都是你自己。5. 人生就像一场游戏，人生如戏，做最勇敢的玩家。把生活当游戏，你才能玩出精彩。昨天我在创业路上又死了一次。新项目刚起步就遇到资金链断裂，合伙人撤资，员工离职。按理说，这该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但奇怪的是，我竟然笑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打游戏的经历。记得玩超级玛丽时，每次角色掉进坑里，我们不会觉得天塌了，而是笑着按下重启键，来，再玩一次，生命值归0。没关系，重新开始就是了。这不就是人生的真相吗？看看我们的人生轨迹，从学生到职场，从打工到创业，哪一步不是在闯关？哪一次成功不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上？记得我刚进入销售行业时，特别害怕被客户拒绝，每次碰壁都像是在心口狠狠扎了一刀。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老板，他把自己的创业经历比作玩游戏，第一次创业赔光了老婆的嫁妆，那是新手关；第二次被合伙人坑了，那是在练习 PK 技巧；第3次终于找对了方向，就像终于掌握了游戏的核心玩法。他说，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游戏场，大家都在摸索规则。你以为那些成功人士很厉害，其实他们也在装模作样，只不过是先你一步掌握了游戏规则罢了。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开始把每次谈判都当作一场游戏副本，把每个项目都看作一个新关卡。失败了，
重来就是了。吃亏了，那是在积累经验值。渐渐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当你把人生当作游戏，你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挫折，不过是让你变得更强大的道具。现在的我，面对任何挑战都能保持轻松的心态，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巨大的游戏场里，每个人都是玩家，每个人都在即兴发挥。那些看似很厉害的人，或许也在偷偷补课；那些表面上很完美的人，可能比你死的还要多。所以，别把失败当回事，别把挫折看得太重。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地去闯，大胆地去玩。记住，人生就是一场精彩的游戏，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你玩得开心不开心，收获了多少经验值。因为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我们都是玩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属于自己的精彩剧情。6. 接受现实，在错误的环境里坚持是最大的不智。那年，我在一家小公司干了整整5年，工资却只涨了500块。每天加班到深夜，拼命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却始终看不到前进的希望。我总安慰自己，坚持就是胜利，一定要在这里证明自己。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王明。他比我晚2年参加工作，却已经是某大厂的技术主管。我不解地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一棵树种在沙漠里，拼命坚持只会耗干最后一滴水。但如果你把它移到肥沃的土壤，它自然会长得枝繁叶茂。”这句话击中了我的痛点。我终于明白，在一个资源匮乏、机会有限的环境里死磕，不是勇气，而是愚蠢。真正的高手都深谙此道，他们不会在夕阳行业里苦苦挣扎，他们不会在小池塘里争当大鱼，他们懂得顺势而为，借风起飞。离开那家公司后，我去了一个发展迅速的创业公司。虽然开始时工资没有太大提升，但机会无处不在。短短2年，我的收入翻了3倍。现在回头看，那些还在死守原地的同事，依然在为500块的加薪欢呼雀跃，而我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高度。所以，别把固守当作美德，认清现实，找准环境，及时改变，才是真正的智慧。记住，你的天花板往往不是能力，而是所处的环境。当你发现自己停滞不前时，与其怨天尤人，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因为成功从来都是站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7. 不要抱怨。抱怨是弱者最廉价的自我安慰。那天饭局上，张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猜一个人最值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看着我困惑的眼神，他笑了，是闭嘴不抱怨的时候。因为那时他的能量都用来解决问题了。这句话像一记重拳，打醒了还在抱怨中沉沦的我。回想过去，我总是在抱怨老板不懂欣赏，抱怨同事不够配合，抱怨市场环境太差。每天都像个移动的负能量发射器，却从未意识到，正是这些抱怨让我失去了改变的勇气。看看职场里那些真正的高手，遇到困难，他们第一反应是怎么解决？面对挑战，他们首先思考如何突破。碰到问题，他们立即行动，而不是诉苦。而那些整天抱怨的人，什么都得不到，还把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因为抱怨就像镇痛药，暂时麻痹了痛苦，却让问题变得更严重。现在的我终于明白，抱怨是弱者的墓志铭，行动才是强者的通行证。抱怨是懦夫的避难所，挑战是勇者的试金石。抱怨是失败者的借口，改变是成功者的武器。所以，与其浪费时间抱怨，不如把这些能量用来提升自己。与其诉说不公，不如思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记住，
这个世界从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改变，它只会为那些敢于挑战的人让路。选择努力还是选择抱怨？这个选择决定了你是成为生活的主人，还是命运的奴隶。8. 进入强者圈子，你的层次取决于你所在的圈子。那天听到一个让我心惊的消息，同事小王3个月就在新公司当上了总监。这个消息像一记闷棍，打得我有点懵。要知道，他的能力明明和我差不多，为什么升职的速度却比我快了10倍？直到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吃饭，才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他说就是换了个圈子。新公司的人都在谈项目，聊创新，连茶水间都在讨论行业趋势。你不想进步都难。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能力提升往往来自环境的改变。就像打游戏，你总是和高手一起玩，你的水平自然而然就提升了。就像健身，你待在专业运动员扎堆的健身房，你的动作也会不自觉地标准起来。高手的圈子里藏着无形的力量，他们的眼界会重新定义你的格局，他们的标准会重塑你的习惯，他们的思维会感染你的决策。而那些一直在原地打转的人，常常陷入一个误区，非要等自己够强了才敢去接触更高的圈子。这就像在说，我要先学会游泳才去游泳池。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要想富先进富，要想强先进强。是圈子成就了你，而不是你成就了圈子。所以别再给自己设限了，勇敢地走进那些让你觉得压力山大的场合，大胆地结交那些让你仰望的人物。记住，你现在的位置不是你的终点，而是你的起点。环境的力量远比个人的奋斗更重要，因为在人生的赛道上，选对赛道比使劲跑更重要。9. 不要主动挑事。成功路上做个有血性的智者，既要藏得下利剑，也要亮得出锋芒。昨天公司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老员工当众质疑我的决策，语气咄咄逼人。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反应。我没有立即反击，而是平静地说，我们会后单独聊。散会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我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你可以质疑我的决策，但不能挑战我的权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对抗过我。这让我想起了刚入职场时的经历。那时的我不是在忍气吞声，就是在怒气冲冲。直到遇见了我的第一个老板李总，他教会我，职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真正的高手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隐忍。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不主动挑事是为了节省能量，不怕是上门是为了立威服人，适时强硬是为了避免更多麻烦。那些一味忍让的人，最后只会被人看轻；那些动不动就爆发的人，终究会把自己累死。真正的智者既有刚性的底线，也有柔性的手段。他们知道，大事讲原则，小事求和气，公开要大度，私下要强势，进攻要稳健，防守要凶狠。记住，在这条向上的路上，你注定会遇到对手，但要做一个有分寸的斗士，而不是莽撞的斗徒。因为成功的路上，既要能忍，也要能干。忍是为了等待时机，干是为了赢得尊重。这就是职场的生存法则。10. 逆行制胜。不跟随大众的懒惰，就是你最大的机会。那是疫情期间最冷的一个冬天，当所有人都在刷着抖音追着剧，我却坐在出租屋里，对着电脑屏幕学习编程。朋友们笑我，大环境这么差，学这些有什么用？
3年后的今天，我看着那些还在原地踏步的同龄人，终于明白，机会永远属于那些逆流而上的人。记得去年团建，我遇到了一位创业成功的前辈，他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你知道为什么穷人永远穷，富人越来越富吗？因为穷人都在做舒服的事，富人在做最不舒服的事。这句话点醒了我。当别人在刷短视频，你在读书充电；当别人在睡懒觉，你在晨跑健身；当别人在抱怨市场，你在寻找机会。差距就是这样被拉开的。现在的我深深明白，舒适是最大的陷阱，安逸是最致命的毒药，随波逐流是最可怕的选择。看看那些成功人士的作息，别人在追剧时，他们在看财报；别人在聚会时，他们在钻研业务；别人在抱怨时，他们在寻找机会。记住，这个世界永远不缺懒人，缺的是那个愿意付出的你。当大多数人选择安逸，你的拼搏就成了最大的优势。因为在人生的赛道上，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你比别人多努力多少。这就是成功的秘密。你的人生你自己负责。想要赚大钱，就得有铁的纪律，做个狠人。关注我，我识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